大家好，我是顶牛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全英雄冷知识系列视频。今天的主角是灰烬之灵火猫，火猫绝对算得上是操作上限比较高的英雄之一。今天我们在剖析技能机制的同时，也会穿插着介绍一些火猫比较常用的连招和技巧，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冷知识。火猫的先天技能叫做献祭心，持续对身边的敌人造成伤害，跟随大招升级，满级大的话，献祭心的每秒伤害是34点，范围只有175，基本就只有贴着才能烫到。火猫幻象虽然也是这种冒火的特效，但实际上献祭心不能被幻象击成，然后可以被破坏。一技能炎阳锁捆不了阴影里的敌人，不过可以用 TC。无影拳打人的时候是模型跳过去打的，可以提供视野。TC 大圣就不行了，能造成伤害，但是捆不到，因为没有高空视野。比划比划，缠绕附带真实效果，并且真实效果无视减一免疫。比如这里开着 BKB 的兽王被捆之后开引刀，依然会被火猫看到。最多能捆2个单位，并且没有优先级，完全随机。按照 Alt 右键点一下技能图标，可以始终显示炎阳锁的作用范围，方便控制距离来稳定捆到英雄。如果单位比较多，有一个办法可以增加 TC 捆到英雄的概率。具体操作是完成无影拳施法之后，按着 Shift 攻击兽王，然后继续按着 Shift 用捆，目的是在无影拳攻击到兽王的时候，也就是模型离兽王最近的时候放 C， 能增加捆到兽王的概率。火猫右边命时叫做上下求索，效果是把炎阳锁捆人的数量从2个提升到3个。同时本体释放炎阳锁的时候，场上的每一个残焰也都会一起释放。残焰捆人同样需要视野。多个炎阳锁作用于同一个目标不能叠加。残焰会优先捆没有炎阳锁底 buff 的单位，而本体会先于残焰使用炎阳锁，所以敌人如果是这种站位的话，一定是6个全都捆到。如果本体和残焰换个位置就不一定了，因为是本体先捆，左右两边的都有概率被选到。然后不同残焰之间释放炎阳锁的顺序是后放的魂先捆。二技能无影拳，火猫通过无影拳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一定是处在与目标连线靠近起跳点的这一边。比如刚被面朝火猫，无影拳一定是打点，转过去之后可以看到伤害就低了很多。马尔斯也是一样，残血逃命时感觉火猫无影拳快好了，可以举盾后撤步来降低伤害。再比如电狗的磁场，如果人在中间不能躲掉无影拳，因为火猫打人的时候也在磁场里面，所以电狗可以这样放磁场，就能闪避掉无影拳。其实很多火猫的操作都可以用模型在打人这条机制来解释，比如无影拳抢盾抢符，无影拳砍树，无影拳断电棍抽弓等等。TC2连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。其实 T 的时候除了可以放 C， 也可以在 T 的时候放魂，这样操作可以节约一个魂飘过去的时间。如果目标比较多或者手比较快的话，完全可以在 T 的时候捆和魂都放。无影拳以 0.25 秒的间隔攻击范围里的每个目标，顺序是完全随机的，打完之后回到起跳点。无影拳在刚放出去的时候，所有的攻击目标就已经确定了，他们的头顶隐约能看到一个类似于标记的特效，受到攻击之后标记消失。然后即使有人在被打到之前走出的范围，火猫也会跳过去打，比如这里兽王被攻击之前 TP 回泉水，依然会在泉水吃到无影拳。无影拳期间火猫是无敌的，而并非隐藏状态，所以沉默不用怕大招被火猫躲掉。萨尔撇式也可以作用于无敌的单位，比如吹风蓝猫这种都能给拽回来。但是有时能看到用无影拳躲掉撇式的镜头。我们让萨尔走到撇式的既定落点这里。战斗日志显示萨尔受到的献祭心的伤害，说明火猫的确有被撇式拽回来过，但撇式的传送位移并不会打断无影拳，火猫依然会完成对每个目标的攻击，可以理解为火猫在打 A 和打 B 之间被撇式拽了回去，然后等到该打 B 的时候又跳过去了。
所以无影拳目标越多，躲掉瞥视的成功率就越高。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无影拳 TP， 如果攻击目标太多，会出现踢走之后又跳回来的情况。还有一点是无影拳无法躲避弹道，除非是单位比较多，可以用无敌状态把弹道给顶掉。无影拳跟其他的即时攻击技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，大部分的即时攻击都不吃缴械，但火猫被缴械的话，无影拳就没伤害了。很多即时攻击都带克敌击先，但是无影拳没有，可以被闪避。然后大部分的即时攻击都会破雾，无影拳不会。还有无影拳如果触发金箍棒或者英灵胸针的额外伤害，是可以进行技能吸血的，就像正常普攻那样。但是其他绝大部分即时攻击技能这种情况都吸不了血。火猫的左边命时叫做双重冲击，如果某次无影拳的目标数量大于等于2，则打完所有目标之后，还会对离起跳点最近的目标多造成一次 50% 的伤害。可以看到最近的头上会有2个无影拳标记。技能介绍里说的是超过2个，实际上也包括了只有2个目标的情况。如果有2个敌人跟火猫的距离一模一样，比如幽鬼和别人的坐标重合，这种情况双重冲击会随机选一个。3技能烈火罩开启之后，火猫获得300点的魔法护盾，同时对500范围内的敌人持续造成伤害。烈火罩的魔法护盾跟其他护盾不太一样，它不是完全抵挡伤害，是吸收 70%， 然后剩下的 30% 会扣血。技能介绍的注释里有一句话，魔法伤害的吸收伤害值计算限于任何伤害减免效果。它这个说的有一点点绕，我们举个例子，这里火猫收到一次400点的大根伤害，400的 70%， 也就是280点会被魔法盾吸收，掉多少盾要先计算魔抗，所以 35% 魔抗的火猫会被打掉182点盾，300扣去182，正好就是118。然后火猫会吃到剩下 30% 的伤害，也就是120点，扣去魔抗之后，也正好就是战斗日志里显示的78点。升级技能会立即更新当前烈火罩的伤害，包括15级右边加100%烈火罩伤害的天赋。然后升级技能包括减10级左边加护盾数值的天赋都不会直接作用于已有的烈火罩，需要重开一次。大招残焰以及激活残焰，我们后面会简称为放魂和飞魂。当场上有多个魂的时候，飞魂会选择离施法落点最近的魂为终点，飞到终点之前会先便利其他所有的魂。这里具体的飞行路线跟放魂的顺序无关，只取决于各个魂离终点魂的距离，由远到近依次飞。比如这里我们来来回回乱放几个魂，然后朝最右边的这个魂飞。可以看到顺序一定是由远到近这么来的。实战里最常见的还是2个魂的情况，比如抢符的时候就可以这么操作，或者守高地需要打消耗的时候可以这样，也可以加上一发无影拳。不过一定要注意，无影拳的目标不能太多，不然就会出现前面提到过的情况，会在传送完成之后继续跳回去无影拳，最终留在无影拳的起跳点。如果的确需要用无影拳消耗多个目标，可以在无影拳的过程中往回放魂。然后有一个火猫玩家必备的技巧，就是在飞魂的过程中放魂，这样火猫在飞到第一个魂之后，会自动朝新放的魂飞。飞魂会消耗150点蓝量，而放魂不耗蓝。这个操作的好处就是只消耗1次飞魂的蓝耗，就能打出多次飞魂的效果。我这里刷新 A 杖，来来回回把10个魂打满，也就只消耗了1次飞魂的蓝量。前路坦荡。飞魂还有一个进阶一点的操作，就是只用1个魂打出2次飞魂伤害。这里正常一次飞魂加无影拳会对亏的目标造成500多的伤害。如果在飞魂的途中使用无影拳，并且无影拳期间再次飞魂，可以看到这次伤害就有700多了，多打了1次飞魂的伤害。然后这里操作完还剩2个魂，说明只消耗了1个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因为这里释放了2次飞魂，所以也会消耗2倍的蓝量。动若脱兔，
这个连招稍微有一点操作门槛，有2点细节可以提升成功率，一是尽量朝目标后面一点点放魂，二是尽早使用无影拳。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残焰相关的操作技巧，其实这个技能的某些机制也非常值得聊一聊。有的网友提到过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他飞魂有的时候速度很慢，就像这样，有的时候又比较快？这个跟飞的距离有关系，飞魂有一个最低的飞行速度以及一个最少的飞行时间，当超过一定距离之后，就一定是 0.4 秒的飞行时间。所以如果超过了某个临界距离，就是距离越远飞的速度越快，当距离比较近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固定的飞行速度。火猫在飞魂的位移期间一定是面朝正东方向，比如这里可以对着右边的目标使用阿托斯，朝左边就不行，一定得等到落地之后才能完成施法。在位移过程中放魂是没有朝向限制的，随便飞。还有无影拳也是，两边都可以踢。魂飘出去的速度跟本体的当前移速有关，是本体移速的 250%。有 A 杖的话是 500%，A 杖并且550满速的时候，效果是这样的。萨尔框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减速效果来阻止敌人进出的，所以火猫在框边放魂就会出来一个龟速的魂。飞魂可以被打断，但即使被打断，火猫最终也会被传送到终点。比如这里，火猫老岛就使用了无影拳打断飞魂，此时虽然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，但可以看到魂依然在按既定的顺序依次撞魂。当终点的撞魂伤害生效的时候，火猫也被传送了过去。视频前面有提到，目标比较多的话，无影拳可以躲萨尔撇式，其实飞魂也能躲，只需要在即将被拽回去的时候飞魂就行了。飞得越远，成功率越高。这个原理就是刚刚提到的那条机制，即使飞魂被打断，火猫最后也会被传送到终点。这个操作在萨尔的视角下多少会显得有些违和，火猫明明被拽了回来，并且被大招沉默了，但依然能飞走。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火猫的魔晶和 A 杖。魔晶能增加先天技能献祭心的伤害和范围，秒伤提升10点，范围增加1倍到350。同时可以让火猫的残焰继承献祭心。魔晶的另一个效果是，附近有敌方英雄阵亡的话，火猫恢复1点大招能量。击杀小熊可以加魂，击杀电狗大招不行。打掉不朽盾或者骷髅王大招可以加魂。其实魔晶还有一个效果没有写在技能介绍里，就是火猫自己阵亡的话，会在原地留下一个残焰。很久之前，火猫的魔晶效果是敌人阵亡会在尸体产生一个残焰，包括火猫自己阵亡也有。后来魔晶被重做了，然后火猫自己阵亡出残焰的效果被一直保留了下来。魔晶火猫掉盾的时候也会有残焰。值得提一句的是，破坏虽然会使本体的献祭心失效，但是魔晶残焰继承的献祭心不吃破坏。火猫的 A 杖效果是提升放魂的施法距离，提升魂飘过去的速度，即刻启程。还有把魂的能量上限从3增加到5。讲了这么多干货，最后对比较重点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总结。第一，火猫 TC 多过目标的时候，可以通过 Shift 加普攻的办法来提升捆到英雄的概率。第二，手快的话，可以在 TC 的同时放魂。第三，无影拳和飞魂都能躲掉萨尔撇式。第四，烈火罩不能完全抵挡伤害，只吸收 70%。第五，一定要学会折叠飞。第六，飞魂途中无影拳加再次飞魂，可以一魂打2次伤害。第七，魔晶可以让火猫死亡的时候留下一个残焰。视频最后展示下火猫的克制关系排行榜，给老哥们实战里选人的时候提供一个参考。左边是最被火猫克制的，右边是最克火猫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